春没有售价，铁定马上出发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陶三丰，正在一个人一辆自行车骑行欧洲挪威。目前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挪威的最南端林讷角，这边有挪威最古老的一座灯塔——林德斯内斯灯塔。这座灯塔呀，也是打开了挪威漫长的海事历史之窗，承载着350年的悠久历史啊。昨天就是在这个房车的停车场旁边的草坪扎的帐篷。今天我准备爬一下这座山，看一看这座灯塔再出发。像我这种铁定骑行在路上，平常怎么打发一下时间啊？一般我来到一个地方呢，会了解一些不同的本地文化，开阔自己眼界的同时呢，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。这个地标不光是本地游客，包括外来游客，房车、自驾、骑行都会过来拍照打卡。现在的这个博物馆啊，也被列为了挪威国家灯塔博物馆，也举办过很多的一些海运文化，包括灯塔的历史和发展过程，还有一些相关主题的展览。我跋山涉水，就是为了看一看在挪威第一座点亮的灯塔。这边有2个图片，是一个俯拍这个地形地貌的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这儿，这边呢是售票厅，然后这个他说是一个电影院，看电影的地方。这个小亭子之前是售票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免费开放，变成了一个迷你的小画廊。这座小山上面还有几户房子，应该还住着几户人家。这个就是北海啊，宽阔的湖面。今天运气好呀，天气晴朗，风呢也不是很大，因为挪威大陆的强大气流啊，经常会伴随着暴风雨啊，还有一些巨浪啊，尤其是巨浪，这个地方是连年不断的，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多的一些突发沉船和搁浅。看看这个铁锚，这个铁锚呢就是在它这边有介绍，1983年的时候有2位潜水员打捞上来的，锈迹斑斑呀，感觉上面被涂了一层蜡，应该是保护起来，都是岁月的痕迹。上去之后就是这座灯塔了，然后我看到了这边有一个像类似于战壕一样，应该是2战时期德国人遗留下来的废弃堡垒。我们穿越过来，从这个堡垒这边走啊，这几百年了，竟然还通着电，还有灯。这边应该是一个乘凉的地方，还有个小板凳，顶端都是这种，又长锈了，应该是被风啊，还有这个湿气侵蚀的，全都是岩石，也不高，也就2米左右的高度。这还是一个平台，这些平台应该是用来监测的。海的深处起雾了，风景也更美了。我们来看一看下方这个碉堡呀。这是2战时期的这个堡垒修建的是4通八达，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瞭望塔。这里的风光可是一览无余，宽阔的海面，一望无际。这些窗台它正常都会有一些铁栏杆，都能看到洞印，但是都拆掉了。这边呢还有一些排水的洞口，这种小水曲也是用来排水的，在里面是吧？一待就待好几天，通风排水。所以这一方面，他们2战时期的德国佬他们修建的这些东西真的很厉害，都是大佬从这边就出去了。
这里就可以看到这座灯塔了。这座灯塔的点亮时间啊，是在1656年的2月27号。这边都有一些资料记载的。1层、2层，全部都是图片啊。这是第3层，这个齿轮还在轻微的转动。还要用力推一下，哦呦，哇！这边看的就更加壮观了啊！整个下方。都在这边拍照。哦。这边风太大了，我爬上了挪威这个国家第一座点亮的这座灯。哇！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。晚上亮灯之后啊，一定会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它都是采光的玻璃。你看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绿的，像彩虹一样。下去了，下去咱们看看旁边那些，好陡的楼梯。所以在挪威，大大小小的灯塔上百座，都是分别建立在不同的城市。2024年7点24号，陶三丰，好像唯独一个中国名字。哦哟，厉害了啊！这边梳理的这个资料呢，有3张图片，是记载着挪威的铸铁过程，并且在这个资料的记载当中啊，提到了我们中国的技术。就是在这一栏，会挪威语的可以翻译一下。这个灯塔的旁边啊，还有一个古建筑。这个古建筑呢是丹麦人修建的，这是一个风向标的探测记录房子。下面就是这3个拱门，另一面也有3个，上面是一个小房子，是烟筒。下方有一个特别大的罗盘 ，NS 这些代表的是东南西北的方向。这边还有刻的字，我明白了，这每一个字呢都是代表着一个地址。你看，这不是奥斯陆吗？那这个位置过去，奥斯陆就在那个方向，几个特别大的城市了。包括这个斯坦万格，它是在这个方向，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。
其他城市的轮廓，手机不好掌握。那边山上还有一个房子，这个地方在之前啊是收费的，现在已经免费开放了。我觉得这边来可看性还是蛮高的，你可以看到二战时期比较完好的一些古遗址、战壕、碉堡，还可以看到特别优美的海景。Hello。我这从山洞里面出来，给那个小孩吓一跳。我从这里转过去，然后下去，下面啊，好黑呀，里面黑漆漆的。我要走。这个下方就是我搭帐篷、自行车停放的那个停车场的草坪。这个山洞里面呢是展览的很多的一些灯塔的图片。门口的右手边啊，就是标注着每一个城市的灯塔。奥斯陆就有5家，我们也是从奥斯陆一路骑行过来的。每一个小镇上面的灯塔，这个灯塔比较小，在这个大海上唯独一片礁石上面一栋房子。这个，奥斯陆、莫斯坐船去的霍腾也有灯塔，所以整个南部的海岸线这一圈儿，一直到西部，每一个灯塔都很漂亮。他都把那些小的照片啊，一张一张去拉大，展览在这个山洞里面。太漂亮了，这些图片。这一张最大的，也就是整个挪威历史上第一座点亮的灯塔。这是晚上的夜景。像在挪威灯塔上百座，我们就看第一座，第一个点亮的灯塔。虽然说它不是最美的，但是它一定是最有意义的。你像这些灯塔呢，也都很美，也都很漂亮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。就这样一家免费的博物馆，逛了一下，还不错。开着门的应该也是一个展厅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山顶上看到的那个房子，只有下半段，这是一个完整的，里面可以吃饭、生火，然后它烟囱的走向就可以测出海风的方向，这是一个整体的模型。然后这个是那个灯塔的上端那个玻璃，都把它们还原到了这里。这个地方上去，然后完了山转了一圈，从这边下来，来到了这个电影院里面，进去买瓶水，然后再把我们的帐篷收拾起来之后啊，咱们的铁定就要继续前行了。这个灯塔的明信片，有些图片，还有这种杯子的垫子。20多块钱，哎，还可以，我们可以买一个留个纪念。这个是偏光的，这个不错。他们在山顶上游玩的一些片段。哇，这个云，哦，这个是海浪。你看这海浪多大！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算是运气好的了，风不是很大。
这个电影院里面记录的都是这个灯塔的发展历史，包括林纳角的人们建设的这个地方、房屋、所有的人员。这个电视里面是记录了这林纳角这个灯塔的一年四季。还免费看了一场电影。刚刚是买了2包这个，50块钱一个这种冰箱贴，买了一个晴天的，还买了一个这种偏光的，阴天的，有海浪的，一共是花了100块，也是留个纪念意义吧。现在我要收拾东西，把帐篷收拾起来，继续出发了。又回到了这个小镇，还是这家超市。看一下我这2天在路上有捡的，有自己攒的这个矿泉水瓶，我们拿到这个超市里面啊，去换掉，换钱，然后再买一点虾，这样就可以去钓鱼了。这个超市也不小，看，就是这个机器，我们一个瓶子一个瓶子塞进去，看看这些一共多少钱。这个是捡的，这个是我喝的。哎，啥意思啊？这个他还不收，不收我留着，毛病还不少呢。啤酒，还有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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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哦，这次弄了14块钱，还有一个大的，就是有这个大的话就好，17。看，等会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购物，如果不买这个东西呢，就可以把这个单子给他，他就给你14现金。我们就买这些虾，然后用这些虾呢去钓鱼，这就是一个瓶子的连锁反应。1、2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差不多20个虾吧。这个小镇啊，还有一家特别有名气的餐厅，在网上也很火爆，是一个水下餐厅，深度在5、6米的样子，就在前方700米。我准备过去看一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个餐厅啊？刷到过这个图片啊？这个就是深入海底的米其林餐厅，全世界最大的水下餐厅，也是欧洲第1家水下餐厅啊。它像一个巨大的胶囊一样，一半的头在上面，一半呢是深入海底，在深海处5、6米的样子呀，被一个海床给支撑起来，也算是一个奇观。米其林餐厅啊，长度是34米长，它是处在一个南北洋流的一个交汇处，所以水下的一些海洋生物啊，在这边繁衍生息。你们知道在这里面随便吃一碗晚饭要多少钱吗？1000到2000左右一个人啊。因为它每天的食材呢都是选自于最新鲜的，就是在本地的一些有海边啊，有山上的一些野果呀，这些每周都会采摘最新鲜的，所以它的食材很贵。吃的不是东西，吃的是这个环境。但是呢，我是进不去的，它要预约。你提前1、2个月预约也没用，需要提前3到4个月的时间去预约，排队的人很多，所以我就在外观啊看一看。
这个稍微比那条大了一点。啊！哎呀！